Fair, Claudia. That very placed to have a mistake. Lucas Shaw is going to nail. Off that big wood. Oh!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an， 今天要来聊聊什么是走线。所谓的走线，就是登山车在行进的时候所采取的路线。走线的不同会影响到整体的流畅性。那不同的走线会需要不同的条件组合，比如路面的潮湿程度、外胎、体力，还有个人习惯等等。另外，在比赛时候的走线也会跟平常骑的时候不太一样。平常自己骑遇到关卡，主要是以破关为主，关卡的前后连不连得上无所谓，能过关就好。但是比赛是由一连串的关卡所组成，而且还有时间压力，所以必须将关卡之前跟之后的所有东西一并考虑，才能以最短的时间通过所有段落。那今天我们就拿一场比赛当成例子，来看看不同的走线有什么差异。那在开始聊之前，很想提醒各位朋友，不要忘了订阅分享 MTB101。那如果觉得看了影片有所收获，还可以点击下方的超级感谢。依然需要实际的支持，来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实用的内容。我们拿上一站世界杯下坡赛奥地利的莱奥冈当例子，这场比赛的前几天都在下大雨，所以场地变得非常泥泞，路面都被外胎挖出深沟跟坑洞。这让赛道最后一段的树林区变得非常关键，几乎决定了最后的成绩。所以今天就拿这个树林段的入口当例子，来分析一下选手怎么去处理，怎么选择走线。因为这里的地上已经被骑出一条深沟，所以选手们都只能沿着这条沟进入树林里。所以这边要讲的关卡，就是通过这个大树根落差，进入一小区树根，然后接右弯。那现在想让大家判断看看，选手在这个地方有几种大致的走线？答案是4种，分别是外线、中线、内线，还有直接飞跃。会有这样的分别，就是因为要闪掉树根。有骑过登山车的朋友就知道，外胎在潮湿的树根上几乎没有抓地力，所以这边选手都会尽量避开树根。真的避不掉的，就只能尽量以接近直角的方式接触，并且要尽快通过。所以这边的路面就被树根划分成3个区域：外线、中线、内线。这边再请大家猜一下，比赛最后30名选手中，最多人选择的是哪一条走线？那在公布答案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每条走线的差异。这条是最安全的路线，因为外胎对于湿滑路面的冲击最小。但是因为紧接着就要右弯，前面又有大树，直接跳下去会来不及转向撞树，所以只能顺下去。那这边看到 Dakota Norton 压梯姿势准备这个大落差，再利用接下来树根形成的土堆，以压台也就是 pumping 的方式通过，顺利完成这一段关卡。这样的外线是最保守、最安全的，但是距离也是最长的。最后30个选手中，只有 Dakota 跟 Phil Atwill 走这一条线。再来是中线，有2种处理方式，一个是直接顺下，另一个是飞下去。直接顺下可以避免落地冲击的不确定性。Antoine Vidal 就是顺下，刚开始下落时，后面会碰到一个洞，这会把后轮弹起来。这边 Vidal 把上身压低，让车的避震处理路况跳动，避免身体被影响，顺利完成这个落差。那对照 Matteo Iniguez 也是采用一样的走线，但他身体还没有准备好对付后轮的这个弹跳，所以落地时重心位置已经不对了，落地不稳，无法进行转线，只能直地往树去，卡在半路。这个让后轮弹起来的洞，其实也是可以拿来利用。Baptiste Pierron 就是利用这个洞把后轮弹飞，但是他没有弹得太高，因为这边很湿滑，又有很多小树根，弹得越高，落地冲击就会越大，就会越不稳，所以弹得够用就好了。他在落地之后接到偏外线的位置，再巧妙的利用后避震回弹，还有身体重心上提，减轻后轮上的重量，让后轮的走线快速变化，跟上前轮，执行得非常完美。Bernard Kern 也是类似的走线，但是他跳得更远，后轮落地压到小树根，导致侧滑。但是因为他的身体重心已经往前移了，让前轮抓地力增加，以便转向。再加上马上后轮会碰到旁边的大树，利用树根的隆起当成边坡，挡住后轮的侧滑，跟上前轮的转向。Loris Revelli 在空中的走线偏差，落地的走向已经偏外，所以只能硬转把方向转回来，看起来就比较不稳定。
Oisin O'Callaghan 虽然飞得比较低，但是前轮压到树根，前后轮一起侧滑，看起来有点恐怖。还好及时放脚顶住，前轮离开树根有抓地力之后，把转向抓回来。Greg Minnaar 飞得蛮远的，也是路在树根上侧滑。最后的时刻再利用大树顶住车子转向。这条走线要特别讲一下 David Trumer， 他也是走中线，但是跳得很低，落地后尽快转向偏内侧，用比较直的走线接后来的右弯。他是唯一采用中线转内线的选手，走线抓得非常精准。再来是内线，这是3条中最不直觉的走线，因为只能用飞跃的方式进入，并且起跳点要抓得很准。要利用右边的树根起跳，或是在空中要把车子摆到正确的落地方向上。Amohi Pierron 采用这条走线，起跳点非常接近右边的大树，跳起来还要再拉一下方向。基本上如果起跳稳定，走向有抓对，接后来的右弯就会很顺畅，就可以保持速度通过。Andreas Kopp 走的也跟 Amohi 很像，但是落得更内侧，所以需要更夸张的姿势压车过弯。Laurie Greenland 落地更加稳定，一落地走向就已经好了，直接进入弯道。Lucas Schoen 也是走内线，但他起跳弹得很高，在空中身体极力修正方向。那因为落地冲击比较大，所以后避震的回弹也会比较强，产生后轮侧滑。不过因为走内线还有很大的侧向修正空间，所以这不是大问题。Danny Hart 的内线落点也偏中间，所以落在树根上，但是都有修正回来。Matt Walker 也发生跟他类似的状况，侧滑比 Danny 更严重一点，所以他救回来姿势就更夸张。Max Hartenstern 也是想走内线，但是弹跳起来之后，后轮的位置还不够内线，整个落在树根上，加上他的落点比较远，前轮来不及转向，但此时2个轮子都在树根上，所以整个大侧滑。不过还好左边有这些大树，2个轮子撞上之后都把方向修正回来，他的核心也撑得非常好，还能待在车上继续比赛。那在内线这一条走线，总共有13个选手选择，所以是最多人走的线。你刚刚猜对了吗？另外还有一条走线，最后30人只有1个人使用，那就是直接飞过这些全部乱七八糟的东西。Angel Suarez Alonso 是采取偏内线的起跳点，但是他刻意拉得非常高，飞过所有树根，直接接到后来的右弯。不过他要这样做也是有风险的，他必须完成完美的起跳，姿势就是尽量拉高整体重心，让车子滞空久一点。但是如果起跳出错，他这样的滞空姿势在落地时会有很大的问题，所以起跳的 timing 必须抓得非常准。不过看得出来他是很有决心这样干，因为他的姿势早就准备好了，先压低身体，在弹起瞬间起身，把整体重心往上提，执行得非常完美。那走线其实是很多因素的综合判断，不一定哪一条是最好的走线。不过虽然这样说，但好像不同的走线对最后的成绩还是有一些影响。这里再让大家猜猜看，这边讲的这个赛段，哪一条走线平均来说产生比较好的成绩？第一，外线；第二，中线；第三，内线；第四，直接飞过去。我们把最后30人的成绩亮出来，感觉最不直觉、最多人走的内线，平均来说会有比较好的成绩。很多走内线的选手都拿前10名。那以上就是对上一站世界杯赛道一小段的走线分析，但这只是我个人的经验判断，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讨论。那希望大家下次看比赛或者是自己出去骑的时候，也可以分析一下不同走线的差异。车要骑得好，也是要动脑筋的哦。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